你看啊，我的右前方的这边就是上海的最早的体育场馆，我的右侧就是上海电影集团，里面呢就有电影博物馆啊。我的左前方有两座一模一样的双子塔，这个地方是港汇广场。这些街道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那些梧桐树斜过了陕西南路长乐到了这边就被打开了。这是一片老的街区，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库门房。嗨，大家好，我们就不停了啊。接着上一段，我们向着徐家汇的方向继续前行。现在呢，我依然是在沪闵路上，就这条马路从上海市区一直通到闵行，其实一直通到闵行的工业区是一条主干道。长了一个信号灯啊，现在骑过滨阳路。现在我发现马路上骑车人还不少，当然大部分人骑共享单车，但是也有不少人骑着自己的单车，有些甚至是专业的公路单车，穿戴整齐。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判断一个城市是不是文明城市的指标之一啊，就是你看啊，这个城市到底是仅仅以车辆通过高速通过的为主要目的来建设的，还是更多的照顾到这些骑车的人？因为我觉得骑车的人毕竟大部分嘛，还有就是有没有更多的可以让大家散步跑步的这种步道啊？最好是绿道，就是在那种绿色丛中、花丛中穿行的马路，并且呢，尽可能的少一些障碍，少一些阻拦。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理解的好的城市应有的一些元素。现在我骑过龙巢路，我就才骑了10公里左右，身体已经有点发热了，不得不敞开我的衣服。再过一会儿，我相信我就要脱掉外衣，穿短袖骑行了。但是我也看到有人穿着背心短裤在跑步，跑得汗流浃背。我的右侧这个围墙重新做过了，应该潮汐公园吧。这个公园是这个地方的一片绿地也是很老的一个公园。那现在呢，重新做了围墙，觉得它应该是打开了不要收费的。就在我的左侧，就在我的右侧。总之，现在上海的很多地方呢都在美化环境，这可能也是基于强烈的这个经济的成长，政府还是有钱啊。但是，其实这个公园呢，你这边不是把它
这个装点的更好。其实只要打开这些围墙，让老百姓能够自由的进出就行。现在呢，我已经在潮汐路上了，已经不在这个富民路上了，名字改成潮汐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但是我的左侧这条高架呢，还是叫富民高架。看到牌子啊，前方上海体育场，我已经依稀看到港汇的2座双子楼了。好，现在呢，我去过海鲜南路，这边交通状况比较复杂。我的右前方呢，就是上海体育场。这边你看啊，高架林立，有汽车的高架路，也有轻轨的高架路。我的左后方是宜家。宜家在中国关了7家大的商场，但这家好像还开着。我们继续顺着这条路往前骑，有牌子指着前面就是徐家汇园了，也就是徐家汇发源的地方了。这边呢有一些地标的东西。你看我的右前方呢，这边就是上海的最早的体育场馆。然后我的左侧这边是上海的应该算是比较早期的5星酒店华庭宾馆，经过了重新装修以后呢，现在好像又开门营业了。好，现在我骑过中山南二路。中山路呢是上海的以前就有的环城马路啊。那以前在中山路外面呢，就是绝对的郊区乡下地方，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市区的一条马路，因为在它的外面有中环路、外环路等等，所以只要进到中山路呢，就已经进了上海的主城区了。现在呢，我们继续沿着这条现在叫零陵路啊往前骑行。那这边右侧就是上海体育馆，这边呢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比赛啊，包括斯诺克比赛都会在这边举行。那这里呢是上海以前应该是70年代办全运会的时候的建起来的一片地方。现在骑过零陵路啊，继续向着徐家汇方向骑行。我的右侧这条线呢，以前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厂区。那大家知道，上海电影呢，从20、30年代起步，到了49年在更迭政权以后，基本上继承了以前的电影产业。但是所能够制作的这种电影的题材等等呢，那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弯。那其中能够适应的呢，就生存了下来啊。
虽然有些人也是有飞来横祸，我指的是那些老的电影人，但是也有一些呢，在心理上有障碍的，真的是没有办法融入到所谓的新的革命年代。那这些人呢，无一例外都会遭受批判，甚至很多人的结局非常悲惨。那这块呢，也就随着徐家汇周围片区的发展，早早也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留下的呢，仅仅是一些诸如他们的总部啊，还有就是电影博物馆之类的。但是这边的马路呢，还是比方说叫影业路之类的，就老上海人还是有这样的记忆的啊。原来只是703的终点站在这里。我的右侧就是上海电影集团，里面呢就有电影博物馆啊，我们以前曾经去参观过的。今天呢，我们仅仅就是通过一下。这边呢就到了徐家汇园了，就是徐家汇从这边开始。那徐家汇的历史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了，就是因为有徐家人徐光启，应该也算是当年清朝的科学家，也是有这些国际意识的人，在这边搞了很多的一些类似天文台啊，还有等等的地方，所以这边呢，后来就变成了外国人喜欢的地方，因为在当年的上海，这边是法租界的边边，也是起了很多的住宅，然后有他们的教堂啊。这个教堂现在经过修缮以后呢，还是存在着，只不过呢，并不是每天都开通的啊。它周围又搞了一些什么书院，就是图书馆之类的。整体感觉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成上海的一个城市中心之一，那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个中心区吧。现在我骑过南丹公路啊。徐家汇中心呢，有一段路是不让骑单车的，所以我们就不在徐家汇这个中心来闲逛，我们借路。徐家汇的教堂呢，就在马路的左侧，看到这个尖顶，应该是歌德式的尖顶。我的右侧是百脑汇啊，以前这个地方呢都是卖电脑这种制品的。我的左前方有2座一模一样的双子塔，这个地方是港汇广场，也是恒隆地产旗下的商业地产，主要是卖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品牌的商业中心。这边呢，经过一些年的建设啊，建了一些天桥，就把周边的一些商业广场呢连在了一块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是呢，这里跟陆家嘴比呢还是差一些。我觉得应该建更多的这样的广场。对面呢，原本是有个百货商店叫46百货商店啊，一听名字就是国家拥有的。
现在拆掉了，然后要重建一座什么样的百货大楼。在边上的是汇金百货，也是跟这个四六百货差不多的，档次不是特别高的，据说呢也在规划要改建了。上海呢，反正不断地在发展，在创新，在更新。这里看来熙熙攘攘的，这就是徐家汇。那我身后就是徐家汇了，我就继续顺着这条陆家浜路向前骑行。我这马路对面呢，以前是一个老的国有企业上海橡胶厂，拆掉以后呢，就搞了一整片的绿地，这个也算上海在这些方面的大手笔。好，更正一下，这个不是陆家浜路，是赵家浜路。陆家浜路还在前面。随着以前的污染源上海橡胶厂搬走以后，这边呢变成了一大片绿地，那边上的这些地块呢，更多的就变成了相对比较昂贵的高级的住宅区了。上海呢，很多马路都有一个帮字，比方说这条叫赵家浜路，前面有陆家浜路等等。这个帮呢就是河，就是相对大一点的河，因为更小的河呢叫什么什么塘啊，就是水塘的塘。所以这个路呢，以前中间其实就是一条河。这条河呢，当年就是被填埋，改成了公路，仅仅留下了名字而已。大家看我在郊区骑行的时候，可以看到上海河道纵横，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水系了。但是在城区里面呢，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少见那种小河帮的。为什么？因为都被填掉了。这边是君瑶国际广场啊，就想到春秋航空的创始人王君瑶英年早逝。好，我看到这边应该是高安路的，那我就准备往高安路去走一段。赵家浜路。好，现在呢，我转到了一条相对比较小的马路，叫高安路上来骑行。我记得这条马路是可以通向衡山路的。福汇区呢，以前也算法租界的一部分啊，所以这边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比较安静的住宅。但是几十年沧海桑田，很多的房子呢被拆迁、被拆除，特别是靠大马路的那些都取而代之的建成了高楼。但这些幽静的小马路里面还是可以看到当年那些房子的模样。虽然说应该也是面目全非了，
尤其是这些产权都已经搞不清楚了。好，现在呢，去过建国西路啊，就恰恰是这些安静的小街道啊，我觉得最起码在人文方面啊，是上海的精华地段。这个边上啊，基本上一栋栋房子啊，都是重点保护的这种单位了啊。这里呢已经来到了衡山路了啊，那我就顺着衡山路右拐。我突然发现衡山路是不让骑行的，上海有很多的马路啊，它不让自行车和电动车通过，那我们就不要挑战了啊，走到边上这条永嘉路上来往前走走。这条街道跟刚刚的高安路有点类似啊，但是多了一些门面的房子，这是弄堂房子。其实上海啊，我觉得如果有时间啊，就在这种小街道，当然都是一些老街道啊，闲逛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看看这些墙上的牌子，有很多名人的故居啊，也有很多历史保护的建筑。这条路上就很多这样的房子，也有现在被改造成一些时尚空间。现在我骑过乌鲁木齐路，觉得我已经走过头了啊，看到乌鲁木齐路上面是有骑行道的。这些街道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那些梧桐树。现在在春季，梧桐树叶还没有绿，再过个把月就会长出大片的梧桐叶了。左侧是上海乌南幼儿园，很漂亮的一种独立别墅。其实这些房子呢，都是以前一些有钱人或者名人的大宅。马路左侧有很多军警守着的呢，就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吃饭了。看到左侧这个院墙深深，里面一大片的空间都是美领馆。前面呢已经是淮海中路了啊。
骑过了淮海中路，前面就是复兴西路了。换了一块电池，现在我骑过复兴西路，继续沿着乌鲁木齐路向北骑行。这些小路呢，老实讲好多年没有来走过了。如果不是骑单车的话呢，估计也不会经过这样的马路。但这些马路呢，真是这个名声在外了，就是记忆当中都是一些知名的马路。所以我们还是想在这样的马路上面来走走。看到左侧是市场，这以前的菜场改建以后样子做得很不错，不仅干净卫生了很多，而且变得很时尚。哇，这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外国人？应该是个旅行团啊！我看他们举着牌子，有导游的。不知道这边来看什么，专门是看看上海小森林的风情嘛？应该这个意思啊。但是也有老外租一辆共享单车，自己外面闲逛。这些人已经对上海应该比较了解了。现在骑过安福路，应该也是一条小马路，继续向北骑行。上次我看有个人分享视频，就是旅游博主，他还是认为说人是最有意思的，就他到这个地方去，他对景无感，但是对于人很有兴趣。每到个地方都想去看看当地人的生活，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就跟当地人交流几句。这个我深以为然啊，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这个人类是最可爱的虽然人类其实也有很多这种不好的东西吧，所以人性有两面。我这边看到我的右侧条马路是长乐路了这些都是知名的马路，那我就转弯吧，在这条长乐路上来骑行一段。这越是市中心的知名马路呢，其实在那个年代都已经被改得个乱七八糟。你可以看到这条马路的这一段马路两边都起了高楼，尤其是左侧这些楼呢，一看就是那个年代加建的，就是把一些原本原有的房子拆掉或者改建增建而成。现在骑过常熟路，你看左侧就有一些已经遗留下来的大宅了，这绝对是大宅了。但是呢，也看到有很多以前的房子被改造得乱七八糟了。这条街上很多人骑着单车穿行，我估计大家都是来寻古探幽的吧。经过华亭路，我
我没有看小红书啊，但我知道在这样的媒体上面就有很多的这种指南攻略啊，大家都分享自己，比方说通过骑行可以去到哪里啊，等等这样的攻略。那我没有看啊，那我觉得我们还是随意的出行也无所谓，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我的左侧是长乐新村，左侧是沪江别墅。可以看到我的左侧这边还是有很多欧式、北欧式的这种房子。好，现在我骑过富民路。这就是长乐路富民路口了。富民路也是非常知名的一条马路。那我们今天就打算还是沿着长乐路去继续往下走。上海这种以前租界的马路它不是一条两条，而是一大片，非常长，数量非常之多，这就有点像广州老城区西关的这种西关的街道一样啊，到处都是，但是风格呢截然不同。这边有上海市卫浴初级中学长乐校区，我知道这个应该是一所私立的学校啊，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我的左侧是上海邮电医院。前方是襄阳北路了。在我的记忆当中啊，这个附近那些知名的马路都是非常好的住宅区。虽然说每个人住在这样的地方啊，是不是感觉很好，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有些人拥有的是一栋楼，有些人是在一栋楼里面十几户里面的某一间，那这个差别太大了。右侧是长乐花园啊，都是贴着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前面已经到了陕西南路了。骑过了陕西南路啊，长乐路到了这边就被打开了。以前长乐路是这样的吗？长乐村在我的右侧。这里已经到了茂名南路了，看到有左拐的灯，干脆我就左拐吧。反正今天去哪里都无所谓了，就在这个老城区里面转转。前面到了聚乐路啊，又是一条知名的马路。前面这是延安东路了。好，从茂名南路来到了茂名北路上。前面我记得是有著名的张园，
这是以前的老的街区石库门房子改建而成的一片商业天地。对面就是张园了，但是看到了北风住楼啊，变成了步行街区了。好吧。现在来到了威海路上了。右侧是静安别墅。我觉得我应该到这里面去穿行一下。这是一片老的街区，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石库门房。这个静安别墅啊，它的门应该是开在南京路上的。我觉得骑出去就应该是南京西路了。果然，这边就来到了南京西路上。南京西路上也是不让骑单车的。好，我们在这条叫南汇路上向北骑行。就到了市区里面的很多地方都是不让骑单车的。刚刚在街边看到有一家馄饨店，还有1000块可以载吃了一碗馄饨。现在呢，我们继续在这边闲逛。这边是什么？奉贤路，南汇路遇上奉贤路，这个挺有意思的。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西路。貌似北京西路上面也是不让骑行的。现在呢，我介绍一段北京西路，前方是有江宁路啊，看看能不能右转到江宁路上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江宁路上有一座江宁路桥可以过苏州河的。现在我的前面横着的呢是新闸路，这是一条正在被改造的马路。现在我骑过新闸路啊，前面应该是万寿路了吧？这个地方呢，以前都是开车经过的，骑行我觉得应该是第一回吧。
我看了一下码表，现在已经是20公里了。也就是说呢，在徐家汇那边过来又骑了10来公里，那我就觉得见好就收。这一段呢，我就单独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我们在这边先结束这一段，等一会儿呢，我们会继续向前去到苏州河畔，在那边呢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跟随观赏，再见。